当你摊开这份最新的财报与法说会资料，说真的，从边缘运算开发的第一线来看，这简直是实体 AI 在工业现场全面落地的最强火力展示。不管是机器人还是自动化专案，动能真的非常猛。不过，如果我们切换到财务与筹码的视角，2026年下半年的工业电脑板块其实正处在一个极端分化的十字路口。营收与获利虽然双双冲顶，但背后却潜藏着高估值以及关键零组件暴涨带来的库存周期暗流。这两种极端的情绪，现在正在市场中猛烈碰撞。5月时，我们曾介绍过研华，当时我们拆解了它在 Q126 靠着 1.32 亿美元的 Edge AI 营收与 VIDAA 软体框架，成功打赢第一阶段的毛利率保卫战。时间来到2026年下半年，最新公布的上半年财报交出了 EPS 9.05元的历史新高成绩单，但随之而来的是股价也飙到历史天价672元，以及关键零组件暴涨带来的毛利率压力。这究竟是工业龙头的 AI 全面升格的起飞前奏，还是市场极度乐观 overbooking 被推升至估值顶点的刹那花火？为了搞懂这件事，我们今天的专题会切入6大核心。第一，研华目前的事业版图全貌。第二，深入检视技术护城河与边缘 AI 进展。第三，拆解财务数据与重磅的资本配置。第四，直击工业 AI 赛道的战略生态系竞合。第五，盘点产能防御与毛利率挑战。最后，当然就是大家最关心的前瞻估值与获利防御测试。第一部分，让我们先来拆解研华的事业版图全貌。从 1Q26 的点状爆发到现在上半年财报开出来，三大事业群的横向联动可以说是火力全开。从数据上来看，智能系统 iSystems 年增高达 34%， 嵌入式平台冲上 5.1 亿美元，年增 28%， 而物联网自动化 iAutomation 也有1亿美元，年增 19% 的亮眼表现。这背后其实反映了一个关键的技术策略，也就是软硬体模组化。过去工业现场的 AI 应用往往是单点作战，客制化比例太高，很难规模化。但研华透过 IoT、IoT 与 SIoT 的底层打通，把 AI 变成了随插即用的乐高积木，让前线团队可以把单一应用迅速复制到不同的产业终端。第二部分，我们立刻潜入深水区，看看技术护城河与边缘 AI 的真实火力。既然说到像乐高积木般的快速部署，这张图表的数字绝对会让工程师眼睛一亮。250%， 这个是研华 Physical AI 与机器人新产品线在上半年创下的营收年增率。而且这不只是话题 ，Design In 的专案数量直接突破150件，在全球高达 1.12 亿美元的 AMR 自主移动机器人商机中，他们已经实打实的斩获了2770万美元的专案。这证明了实体 AI 的落地速度比市场原本预估的还要快上许多。那为什么大客户买单？因为研华构筑了一套极难被取代的3层边缘运算架构，在最上层的大脑，他们深度绑定了 NVIDIA 的 Jetson Thor 与 Orion 平台；中层的小脑无缝整合了先进感测器光达与 IMU 阵列，而最关键的底层灵魂是 VIDAA 与 WIDA 容器化软体架构。这套软体环境直接帮我们这些开发者缩短了 80% 的开发时间。这种软硬一体的护城河，让他们成功打入全球前10大半导体设备商中的7到8家，一路从细晶圆前段通吃到了后段的 CoWoS 封装检测，反映在财务面上，这也是为什么 iAutomation 部门在上半年能够缴出高达 50% 营业利益率的核心底气。第三部分，技术壁垒转换成真金白银的速度如何？我们来检视财务亮点与资本配置。回到冷静的数据视角，这份2026年上半年的成绩单可以用全面创高来形容。合并营收来到 465.12 亿台币，年增 32%， 税后净利 78.52 亿，年增 66%，EPS 更是冲上了 9.05 元的历史新高。不过，营收变大是一回事，真正让法人惊艳的是他们内部的精实控管。研华这一波非常聪明地导入了内部 AI 代理系统，大幅减少人工作业与行政消耗，直接把费用率从原本的 23.1% 狠狠压缩到了 19.3%。这正是推升营业利益率 OPR 一路攀升到 19.0% 的幕后推手。但这份华丽数据的背后，我们必须留意接单动能潜藏的极端风险。你看第二季的 BB 值，全球来到 1.44， 北美甚至冲到了 1.92。到了7月，全球接单更是创下 5.74 亿美元新高 ，BB 值推升到 1.64。订单满载当然是好事，但别忘了目前的时空背景，在关键零件缺料的预期心理下，客户其可能正在疯狂重复下单 overbooking。一旦未来总体经济稍微反转，或者终端库存去化不如预期，这些超额订单瞬间就会变成库存叠加的未爆弹。尽管有库存周期的隐忧，研华这次在法说会上宣告的资本配置变革，却展现了极其强悍的财务底气。
在维持零长期负债这个铁律的前提下，他们宣布实施100% 现金股利配发，配息率高达70%到80%。更震撼的是，2026到2028年，每年还要加发2元的特别现金股利。这等于是在告诉市场，我们对未来的自由现金流有着绝对的自信。这不仅是对股东的大方回馈，更是建立在不排挤扩充 AI 产能与北美新厂资本支出的基础之上。听完前半段研华在营收、接单以及资本配置上令人惊艳的爆发力后，接下来我们要直击工业电脑的竞争战场中台厂生态系大对决，以及大家最关心的2027前瞻估值压力测试。所以不管你有没有赚到这波，不管影片对你有没有帮助，请先帮我订阅按赞哦，这样才不会错过每次可以搞懂公司在干嘛的影片。进入第4部分，工业 AI 赛道的战略生态系竞合拆解。刚好7月时，我们也曾介绍过工业电脑相关的华汉。面对华汉与其他台厂，研华的商业模式到底有什么不同？我们来看这场双雄路线之争。研华走的是精致品牌路线，主打标准化平台，靠着刚刚提到的 IWS 软硬一体机与 WFEDA 软体来绑定客户，以此捍卫38%到40%的高毛利与定价权，再加上零长期负债与高股利，防御力点满。反观华汉，则是一只系统巨兽，背靠鸿海的庞大制造规模，主打 ESA、AS 软体订阅与客制化整机。华汉虽然营运杠杆高，成长快速，但也必须承受跨国并购带来的商誉摊提与股本稀释风险，两者的战略动机截然不同。不过，研华的挑战者可不只有华汉，在边缘 AI 赛道上，还有3大梯队正虎视眈眈。第一梯队的直接威胁是研阳，产品线高达90%重叠，而且背靠华硕集团的采购红利，在 NVIDIA 边缘 AI 与 ARM2 专案上，他们凭借极高的敏捷度，绝对是抢单的最强劲敌。第二梯队是技术底子极深的凌华，深耕 ROS2 机器人软体与 DDSD 层通信，手里还握有同大面板资源，技术交锋非常激烈。第三梯队则是爱讯，以极高客制化弹性与交期，死咬欧美中型系统整合商。面对这群敏捷的群狼，研华最大的反击武器就是遍布全球的直营通路 WBO 以及无可取代的全科型品牌溢价。第5部分，前瞻布局、财报落差与全球产能防御。营收爆冲听起来很美好，但这也带来了严峻的毛利率挑战。大家回顾一下这张 EQ26 的财务指引表，当时公司可是很有信心的预期，毛利率能够稳守在38% 到40% 的长期健康区间。但到了第2季，前线开发的成本压力彻底爆发了 ，DDR 记忆体、SSD 固态硬碟的价格疯狂飙涨2到3倍，同时 PCB 以及包含矽元件在内的半导体材料成本也全面上扬。这直接导致 EH26 的毛利率被拉低到 38.3%， 第2季单季甚至跌到了 37.7%， 低于长期指引下限。这明确告诉我们，虽然 AI 专案占比超标，但产品调涨的速度终究还是追不上这波原物料暴涨的狂潮。为了对抗成本压力与锻炼危机，研华打出了一张全球产能的地缘政治避险牌，也就是3+1策略。2026年的重头戏是北美 Tustin 园区落成，主导在地组装，这不仅能规避关税，更能抢进门槛极高的军工与医疗订单。接着配合2028年台湾华亚新厂与日本北九州厂翻新，终极目标是在2030年达成台湾 42%、中国 42%、日本 10% 的产能配比。在经营层面，创办人刘克正交棒，由陈清溪、蔡淑妍、张家豪组成共治团队，配合 WeMo 区域营运授权，宣告研华正式从个人英雄领导蜕变为国际化的企业治理架构。第6部分来到我们最后的决战点，估值坐标、风险与 OPM 防御力测试。技术护城河、全球产能与高昂的零组件成本都摊在阳光下了。那么，面对目前的股价位阶，市场到底是过度乐观还是精准定价？如果以目前的股价来看，历史 PE 逼近40倍，短线的确偏贵。但是，资本市场交易的是未来。如果用2027年预估 EPS 22.85元来精算，前瞻 PE 其实是27.2倍。这意味着市场已经不再把研华当作传统会受景气循环拖累的硬体厂，而是提前给予了类似平台型科技股的 re-rating 估值溢价。而能够撑起这份高估值的，就是他们极端强悍的 OPM 获利防御力。面对零件涨价、缺料与重复下单的风险，研华的策略非常明确，全面转向 IWS 软硬一体机，把专案预算拉高到600到700万台币，用软体赋能来死守硬体的定价权。同时，就像前面提到的内部 AI 代理系统，他们无情地将人员预算增幅砍半至 3%， 硬是把费用率压在 19.3%。这代表着，即便未来遇到景气回落或库存跌价，靠着高毛利的边缘 AI 专案，营业利率 OPM 的底线依然能牢牢守在17%到18%之间。
总结来说，622元的股价，历史 PE 近40倍，确实不便宜，代表市场已经把未来1-2年的好消息反映了大半。但如果用2027年 EPS 22.8元来看，前瞻 PE 只有27倍，在 AI 缺势没变且每年加发特别股利的情况下，其实仍在合理区间，只是稍微偏高，所以切勿盲目追高。如果市场震荡拉回至前瞻 PE 23到25倍，大约落在520到550元这个区间，才是迎面最大的布局时机。这场边缘运算与工业 AI 的落地狂潮才刚拉开序幕，你看懂了吗？